听到叶晨提及要回去陪老婆，海伦娜神情之中不自觉地浮现起几分羡慕与落寞。回想起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海伦娜心里不免有些羞愧，不过她也在心底庆幸自己之前没有做出什么太过出格的举动，否则很可能弄巧成拙，彻底断送与叶晨的一切可能。想到这里，他虽然不舍叶晨这么快就离开北欧，但还是非常干脆地点头说道：“那叶先生先下楼用餐吧，我安排直升机做好准备，吃完饭我们就返回奥苏城。”好，叶晨轻轻点了点头，与海伦娜一起走出房间。与海伦娜并肩时，叶晨又闻到她身上那股特殊的幽香味道，与自己醒来时身上的味道一般无二。不过叶晨还是决定装傻到底，让这件事就此尘封两人心中。随后他与海伦娜一同来到餐厅，想起这座行宫的落败，他便开口说道：“对了，海伦娜，让叶家负责全球白金汉宫酒店项目的团队来帮北欧皇室把这座行宫修缮一下吧，所有的费用由叶家承担。”海伦娜听闻这话，连忙摇头说道：“叶先生，这怎么行呢？北欧皇室自己的行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来承担修缮费用，而且皇室也并不是真的身无分文，主要是最近需要用钱的地方比较多，我想分个轻重缓急，前期先把钱用在能够提升皇室名声以及影响力的上，行宫用处不大，也不需要立刻进行修缮。”叶晨摆手道：“你与叶家毕竟曾有过一段渊源，叶家帮你也合情合理，而且叶家的白金汉宫酒店还没有开到北欧来，我想趁这个机会让叶家进军北欧市场，在北欧几个重要城市投资酒店，帮助北欧皇室修缮行宫，对叶家的酒店也是一个宣传，两全其美。”海伦娜有些无措地说道：“但是……”叶晨淡然道：“不用说什么但是了，回头我会让陈泽街跟你对接具体事宜。”海伦娜见叶晨坚持，便只好轻轻点了点头，感激道：“谢谢您，叶先生。”叶晨微微一笑，又道：“对了，这段时间北欧可能有些危险因素，虽然大概率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但为了保险起见，我到时会让万破军留几名欧洲面孔的将士给你做保镖，有备无患。你最近也尽量不要在奥苏城之外的地方公开露面，短时间内尤其不要再来伯根。”海伦娜轻轻点了点头，道：“我都听叶先生的。”与此同时，一架波音777降落在了瑞典哥德堡国际机场。这架飞机从尼日利亚起飞，经历了7个多小时的飞行，才终于抵达哥德堡。根据民航部门收到的申请，这架隶属于新加坡远泰国际速运公司的飞机，空机从尼日利亚起飞，来哥德堡义务帮助尼日利亚国内的慈善机构，从瑞典一个致力于改变第三世界的非官方人道主义组织手里接收一批慈善物资。这批慈善物资有食品、药品、衣物以及一些净水装置，都是尼日利亚贫困人口非常紧缺的物品。此时此刻，这批货物还在排队等待过机场安检，而负责将这批货物送过安检的，便是这个人道组织成员。而这个人道组织在瑞典乃至全球都颇有名气，他们表面上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人道慈善组织，但其实它的真正背景是叶晨正在调查的神秘组织安插在瑞典乃至整个欧洲中北部的一座桥头堡。平时，这个人道组织积极组织慈善活动，呼吁人们关注第三世界，关注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变暖。可一旦组织需要，这个组织能够立刻在欧洲中北部快速响应，覆盖领域包括欧洲的北方4国，以及与瑞典隔海相望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与其他间谍及非政府组织的极尽低调不同，这个人道组织平时做事风格十分高调，不但经常利用媒体大肆宣传自己，甚至还专门在环保领域搞起了造神运动。瑞典某一位曾经红极全球的环保女孩，便是他们被逼扶持与操纵的提线木偶。
他们让一个17岁的女孩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面目狰狞地呼吁人类应该关停工厂、关停汽车、火车以及飞机、轮船，看似荒唐可笑，却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大量拥趸。而这个组织之所以行事如此高调，甚至攻击性极强，为的就是能够在他们的使命覆盖区域，实现足够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不但会让这些欧洲国家的大企业对他们噤若寒蝉，甚至连这些欧洲国家的政府以及各级职能部门都对他们颇为忌惮。这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好处，他们有了这种道德光环，就可以利用道德为武器，攻击任何他们想要攻击的人。如果他们想让某个企业停摆，就会组织一大堆人冲到这家公司门口抗议；他们想让政府通过或者驳回某条法案，就组织一堆人上街游行。总之，只要额头上写着道德卫士4个大字，基本上就可以无往而不利。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光环，让他们在欧洲有着非同寻常的便利。按照这个组织一贯的伎俩，如果需要通过航空运输某些违禁物品，就利用这个组织打出慈善物资的幌子，再专门选一个比较紧急的时间窗口去要求机场和海关快速放行。用这种办法，除了飞机大炮带不上飞机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按照他们的计划，那些骁骑卫在成功抓获林婉儿之后，要将林婉儿和他的贴身奴仆一并交给这个人道组织的对接人，由对接人将他们藏匿在慈善物资内，快速通过海关运上飞机。飞机在落地之后，机长便立刻通过特殊频道向自己的上级汇报到邮差已抵达哥德堡，请问货物什么时候抵达？特殊的加密通讯频道内传来一个男人严肃的声音：骁骑卫出了些问题，他们本该在4个小时之前在北欧与瑞典的边境更换车辆，继续前往哥德堡与你会合，但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出现。那机长惊呼一声，脱口道：子爵大人，您说骁骑卫失踪了？对方道：目前看来是这样。机长下意识地问道：这莫非跟纽约的黑天鹅事件一样？纽约那次死士的全军覆没、人间蒸发，被组织定义为罕见的黑天鹅事件，几乎所有成员都得知了那次失利，而英主也曾在内部要求所有人都要从这次黑天鹅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电话那头的人听闻这话，冷冷道：暂时还不能确定，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胡乱揣测。机长表情一正，连忙结束了这个话题，凝重地说道：那如果他们没出现在边境，那我这边该怎么办？是继续等，还是立刻请求返航？机场给我的装货时间只有3个小时，3小时后如果不能起飞，恐怕就会打乱原本的部署了。等，对方坚定地说道：英主有命，你们在哥德堡等骁骑卫3个小时，3个小时如果不见人，就启动 B 计划。机长不假思索地说道：等3个小时，遵命。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